宇宙深处，詹伯特为保护艾美娜拉公主，正在被一个红色闪电吸扯。身后巨大的铁球正是一个神秘人所操控。赛罗带领红莲和镜骑士试图前往营救，奈何铁球坚硬无比，面对3奥打出的冲击波，竟毫发无损，一瞬间消失在了太空。不久，铁球又穿越到另一个宇宙。雷和老大在巡逻时发现，铁球正在缓缓移动。通过调查，原来铁球是被造出来的天体。从它运动的轨迹来判断，不久后将会撞击一颗行星。这颗行星上居住着无数的生命体，如果发生碰撞，将带来可怕的灾难。这时雷发现铁球上有一个裂缝，这个裂缝正是赛罗他们之前打出的冲击波造成的。雷当即就决定与老大进入铁球内查看，希望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来到球内，到处浓烟密布，能见度极低，空中悬浮着半个被摧毁的行星和一个被造出来的太阳，地面满目苍夷，到处是被摧毁的城市。雷和老大继续向前飞行，诡异的浓雾下，一艘废弃的大船逐渐出现在面前。这艘飞船造型奇特，绝非普通飞船。这时地面传来一个女孩的呼救声，这女孩正是被铁球捉来的艾美娜拉公主。突然，那艘飞船被一个重物砸碎，顿时火光四溅，迷雾散去。一个机器人赫然出现，抬起手中的武器就开始攻击他们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束金光挡住了攻击，施雷及时召唤出哥莫拉助阵，哥莫拉直接把机器人平起，一个超震动波就消灭了他。然而事情还没完，从他们周围又接连出现了3个机器人。哥莫拉虽然勇猛，但面对3个机器人的围攻，很快支撑不住。不一会能量耗尽，只能回到雷的格斗仪。这一切都是那个神秘人的阴谋。他命令3个机器人攻击雷3人。就在这时，3人发现赛罗的灌刀插在一座岩石上，机器人正要攻击，突然灌刀强光一闪，镜骑士伴随着光芒随之出现，一个无影脚就把机器人踢倒。接着红莲骑士也破空而来，一个天马流星拳把另一个机器人打翻，剩下的那个机器人正想偷袭，赛罗灌刀又突然飞起，化作旋转光刃，瞬间把机器人的攻击反弹回去。一道金光闪现，赛罗也来到这里，依旧是我们熟悉的装逼姿势。はるばる宇宙を飛び越えてきたんだぜ。原来赛罗用灌刀一直在追踪铁球，铁球消失时，赛罗3位一直追寻到这里。3奥冲向前去，一场真正的大战也正式拉开序幕。迷雾中，3奥与3个机器人展开激战，可恶的幕后神秘人竟派出一只更强大的机器人——钢铁杀手詹奈。这时赛罗3人发现，空中弥漫的浓雾能削弱他们的能量，现在他们3人的战斗力正在迅速减弱，战斗必须速战速决。于是赛罗拔下灌刀，瞬间就把机器人一分为2。但还没等赛罗喘息，钢铁杀手就从空中发起攻击，缓缓落地。这个钢铁杀手正是以詹伯特为原型并制造的人工智能，结合众多机器人能力于一身的杀手机器，战斗力相当恐怖。锁定赛罗，一道强力射线射出，赛罗连忙躲闪，然后冲天而起，一个烈焰火腿反击，怎料竟被钢铁杀手轻松抓住。好好的右边偏要走向左边，双方对起波来，毫无疑问，赛罗输了。这钢铁杀手实在太强了，幸亏红莲骑士与镜骑士及时解决了另外2个机器人前来支援，才勉强与他打成平手。可偏偏这时被神秘人控制的詹伯特出现了，他抬起巨斧就开始攻击雷他们3人。无奈之下，雷召唤出怪兽利特拉，阻止被失控的詹伯特。因为哥莫拉被之前的3个机器人击伤，一时无法唤出，现在只能让利特拉先扛一下了。然而很快利特拉就被击落，失控的詹伯特正想消灭利特拉，公主及时挡在了利特拉面前，唤醒了詹伯特的意识。而在詹伯特被唤醒的同时，钢铁杀手也愣在了那里。公主几人来到詹伯特的驾驶舱，据钢铁骑士的意识表示，那神秘人叫杀手比特星，他正是铁球的本体，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体，只有消灭他才能毁掉铁球。另一边，赛罗还在与钢铁杀手苦战，他用灌刀画出无数的光线束缚钢铁杀手，正要打出强力以及消灭他时，詹伯特冲了出来，拦住了赛罗。原来钢铁杀手就如同他的双胞胎弟弟一样，他们有同样的结构，虽然他是比特星人制造出来的，但他们的意识是相通的。詹伯特极力策反钢铁杀手，可是并没有卵用，还挨了他一炮。再加上比特星在暗中操控，赛罗几人也被钢铁杀手束缚。危急时刻，艾美娜拉公主展开双手，用真诚的爱感化他，终于唤醒了钢铁杀手正义的一面。突然，熟悉的声音从太空传来，正是老爹赛文、佐菲、初代3奥。原来比特星操控的铁球即将摧毁行星，赛文
文兄弟3奥飞向空中，手牵手急速旋转，打出合力光线，拖住铁球，为赛罗他们消灭比特星争取时间。与此同时，赛罗小队也发现了比特星的所在位置，就在那半颗被摧毁的星球。他们火速赶往，来到上面，发现这里集结了无数机器人军团。雷召唤哥姆拉，配合镜骑士几人吸引火力，为赛罗提供机会。赛罗果断冲破障碍，直接来到比特星面前。这比特星也是一个机器人，在很久以前，比特星的宇宙被外星人毁灭，那里幸存的生命体制造了他和那个铁球，而他就是那个铁球的本体。但那些人生活在铁球里，却不断发生斗争。后来这厮逐渐有了自主意识，看透了人性的丑恶，激发了自己的心魔，于是便消灭了这个铁球里所有的人。后来他更是大开杀戒，把魔爪伸向所有宇宙的生命体，简直荒唐至极。赛罗怒了，他愤然冲向比特星。然而现在的赛罗根本不是比特星的对手，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突然，比特星竟放出了黑暗力量，想吞噬赛罗。危急时刻，侧边光弹袭来，顿时将比特星击飞。原来是展乃，现在他已经体会到人性的正义以及生命的含义，他要帮助赛罗消灭比特星。比特星看到钢铁杀手背叛，气急败坏，瞬间打出无数的火弹袭来，两人连忙躲闪，同时展开反击。谁料可恶的比特星竟能完美计算出展乃的攻击轨迹，轻松躲开。然而下一秒，一拳就轰在了比特星的脸上。原来盘龙队长早已进入了钢铁杀手的控制室。比特星可以计算机器人，但他无法读取人类的思维方式。赛罗抓住机会，以光化刀，2个光刃就把比特星斩杀。比特星背面巨大的铁球也随之瓦解。雷和队长也驾驶飞机离去，而赛罗警备队也喜提新成员钢铁杀手詹奈。从此詹伯特成为他的哥哥。看到赛罗警备队越来越壮大，老爹赛文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这就是奥特曼，永远守护爱与和平。这就是宇宙警备队，义无反顾维护宇宙正义。关注我，我是小影，电影新解说，经典不错过。